來，今天放輕鬆帶你來看看可愛的日本高中女生哦。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JK 這個說法？這裡的 JK 是女子高校生，女子高校生的羅馬拼音開頭，簡單說就是女高中生。那既然有 JK， 當然就會有跟 JK 有關的活動。日本每年都有一個叫做女子高校生 Miss Con 的比賽。Miss Con 其實就是 Miss Contest 的音譯，也就是選美比賽的意思。以此類推，大學的選美比賽就叫做大學 Miss Con， 所以這個比賽我們可以直接叫它 JK Miss Con。這個比賽一開始是2013年在東京舉辦的關東可愛女子高校生地區性比賽，到了2015年才擴大變成全國性的 JK Miss Con。不過呢 ，JK Miss Con 跟你想象中那種純看臉的傳統選美不太一樣，它是觀眾參與型的比賽，除了基本的書面審查、面試之外，還會有各種 SNS 任務、社群平台互動，不只是看長相，還會看這些高中生在鏡頭前的表現力，跟粉絲互動的溝通力，還有動員大家來支持自己的能力。好，我們就先來看看2025年進入決賽的15位高校美眉吧。私は女優タレントになるために今回応募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ファイナリストに選ばれた時は嬉しくて涙が止まりませんでした。ファイナリストに選ばれた時、努力が成果として現れてとても嬉しかったです。選んでいただき本当に夢みたいでとっても嬉しかったです。皆様の応援のおかげでファイナリストになることができてとっても嬉しいです。毎日頑張ってきて本当に良かったと思ったし、とても嬉しかったです。ファイナリストに選ばれたもかです。兵庫県出身高校3年生18歳のジオンこと亀野ジオンです。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女子高生ミスコンファイナリストに選ばれましたイワンキーです。ファイナリストに選ばれた時はまさか自分がいると思ってなかったので、静岡県出身のみえです。まさか自分があの動画でファイナリストに選んでいただけるとは全然思ってなかったので、今まで応援してくれたたくさんの方々に感謝の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でした。看完之後，如果你心裡已經有喜歡的那一位了，其實就算人不在日本，也一樣可以參與投票。你可以到官方網站替你心目中的理想美眉投下神聖的一票。網站裡也會附上他們的 IG、X、TikTok 連結，你可以去追蹤、按讚、留言，跟他們互動。這些在社群上的支持，在比賽裡也都會幫助他們加分哦。不過這邊也稍微提醒一下，大部分參賽者都是未成年的高中女生，所以在他們的社群平台留言時，就算你比較不喜歡某位參賽者，也不要留下攻擊、嘲諷的言論，保持基本的尊重，讓比賽氣氛可以是開心、健康的。那麼你可能會問，參加 JK Miss Con 真的有機會踏進演藝圈嗎？答案是有的。比如2016年全國性比賽的初代冠軍是永井梨子，她在奪冠之後馬上就參與了2016年的真人實境秀《雙層公寓都會男女》，目前也持續在演藝圈活動。鍾庭玲則是在 JK Miss Con 的姐妹賽Koichi Miss Con 裡拿下2016年的冠軍，現在已經是破100萬訂閱的 YouTuber。2018年的總冠軍是福田愛一，她拿到冠軍後很快就和經紀公司簽約，現在也有在 KBC 的節目 Gyuto 當評論來賓。2019年的冠軍Nita Ayuna， 在奪冠後以寫真跟拍攝雜誌封面為主線，很快就出道。不過他在2022年3月31日宣布結束合約，暫停演藝活動。今年轉往 IG， 以沙龍模特兒和品牌 PR 接案為主。真田彩乃是2022年 JK Miss Con 的參賽者，拿到的是 Snow 賞，這是特別獎，不是總冠軍。比賽之後，他一路往偶像路線發展，現在是 Asobi System 發起卡哇伊 Lab 旗下女團 Cutie Storito 的成員。米澤莉亞是2023年 JK Miss Con 的總冠軍，目前主要以網紅模特兒身份活動 ，Instagram 大約有25萬追蹤。2024年也多次上 ABEMA 的戀愛實境節目。整體來說 ，JK Miss Con 的出路大都是往網紅、模特兒、實境綜藝發展，偶爾會有人演到連續劇，不過多半是客串或單集角色。像福田愛一在3年 A 組第7集有演出。永井梨子則有演過特搜 Final Season 2025第3集。那既然有高中女生選美，你可能會好奇，那有沒有高中男生選帥？還真的有。日本高中男生的全國比賽叫做男子高校生 Mr. Con，
簡稱是 DK Mr. Kong， 其實就是達恩西加 Coco C 加上 Mr. Contest 的縮寫。順便一提，如果你要說高一男生、高二男生、高三男生，在日本常會說 DK1、DK2、DK3， 這樣大家也都聽得懂。DK Mr. Kong 的審查標準其實跟 JK Miss Kong 很像，也不是單純長得帥就好，同樣會看整體的表現、魅力以及跟觀眾的互動。說到這裡，我們可以稍微拉高一點視角來看，其實放眼世界，選美比選帥常見太多了。你可能有聽過世界小姐 Miss World， 但好像比較少聽到什麼世界先生的比賽吧。簡單講，美有一部分是比較容易被量化的，例如臉越對稱，五官比例越平均，普遍會比較討喜。身形比例也可以用一些數字來衡量，像我們熟悉的三圍之類。這邊先講清楚，我不是要物化誰，只是老實說，身為一個男生，在看到一個女生的第一眼，的確很容易先從外貌、身材，在心裡下意識打個分數。但這種第一眼評分其實也很片面，通常只停留在表層的好感度而已。但說到帥，就更吃情境跟氣場了。特別是年紀越大，越看的是談吐、氣質、人生故事、角色設定這些東西，就很難用一把尺去量。比方說，你要在年輕時的布萊德彼特跟尼可拉斯凱奇之間二選一，很多人其實會很猶豫。前者是典型黃金比例型，一眼就覺得很帥；後者則是靠獨特氣質跟戲路，屬於那種越看越有味道的類型。也因為這樣，主要是靠外貌紅利賺錢的女星，在產業裡其實會遇到某種程度的不平等。像柯林伊斯威特到了90歲，還是可以靠她的氣場繼續演戲當導演。但很多主要靠外貌吃飯的女性，到了某個年紀之後，演出機會就會慢慢變少。這其實是整個娛樂產業的結構性問題。就算我們嘴巴上說不要只看外表，現實社會還是默默地在那邊幫每個人打分數。回到今天的主題 JK Miss Kong， 你可能也會覺得，好像有些參賽者沒有想象中正到不行。這其實也很合理，因為 JK Miss Kong 本來就不是只比臉，也不會用三圍身高體重當主要評分標準。評審看的其實更多是參賽者的整體感，他在鏡頭前給人的氛圍，跟粉絲互動時的真誠度、親和力，以及他在日本高中文化圈裡帶給同齡人的共鳴感。久而久之，這個比賽也變成日本高中生活的一種小文化，一段青春回憶。另外，我自己也覺得，以長期相處來說，有些女生真的是越看越好看的類型。像我國中時就喜歡過一個女孩子，她的長相其實蠻平凡的，但相處久了反而會被她的優秀還有人格特質所吸引。再舉一個例子，是我很喜歡的一位生物學家珍古德，她年輕的時候真的很漂亮，但隨着年紀漸長，皺紋爬滿了她的臉頰。她對生物與研究的熱愛，反而讓她多了一種很獨特的氣質與優雅。所以也可以理解為什麼 JK Miss Kong 不只是評判外貌的選美，因為人的美麗常常是由內心發出來的。就像我們常說的相由心生，當你的內心是美麗的，我相信你就會是那種越看越好看的女生、男生。最後，如果在這次的決賽名單裡有你特別喜歡的那位女孩子，不妨到官方網站或她的社群賬號支持一下，幫她投下你神聖的一票，說不定將來她真的會成為你入追的偶像，也說不定。好了，今天先跟大家聊到這裡，我是放輕鬆，我們下次見。